大家好，今天我很欢喜在这个线上继续和各位分享人有20难之第6难，冷色冷遇难。我们人生呢最困难的就是冷色冷遇，这个色可以总括概括呢所有世间的色法，包括人事物种种气世间的色法。我们呢人会因为这外在世间的色相色法呢，而内心呢对应升起了色声香味触法啊，所以叫做有色声香味触法。6根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对触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所以6尘引6根。这个尘呢是佛陀告诉我们，就是尘埃啊，一种被蒙蔽不见实相的这个心理生理所应对的造作。所以佛陀这里给我们很明确，就是冷色。人要见到好的，不管是境界也好，声音也好，包括吃还有人啊，见到好的人喜欢的人，就会升起了我们人性本质的叫做贪，在这个欲念上面。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吃我们喜欢吃好吃的，看到好吃的就会呢这个味蕾食指大开，没办法控制，这也是一种现象。看到人非常引诱我们的人这个人呢就会一直印记在我们的心中，心就无法自拔，就会想要去拥有追求。这个就是对人对事对物，包括看到好的这些外在的一切的，不管是衣食住行的种种，这个外在的我们所谓的一些生活的所需，我们人的心一样是没办法自主，看到漂亮的东西就会想要去追求，看到好的我们就会想要取得，心呢就没有办法自在自主。所以要忍住这个欲念呢是没有这么容易的。这个色呢我们通常一般会觉得是男女之欲，这里呢也是有涵盖这个男女的情欲。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佛陀呢就说我们是在欲界在佛教来讲，我们有欲界、色界、无色界，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呢，在南瞻部洲呢，是属于我们是在欲界的众生，所以在欲界众生就会有男女、食色等等这些的情形存在。那如果呢，我们的心没有一个很定静的了解实相真理的时候呢，很容易会因为没办法忍住这个欲望而造成了不可逆的一些结果。可能因为看到很喜欢的东西，但是呢自己没有钱可以买，就会升起了贪欲之念，就会想要窃取，用不法的手段去得到，不管是物品也是，不管是人也是一样这都是源于我们人从小呢慢慢这种物欲物质当中呢去滋长。小的时候呢没有得吃就会要哭闹，没有得自己可以玩耍的时候也会不开心。这个就是人呢在慢慢长大正是到更成年的时候，就会对异性的欲望呢就会更加的强烈。所以在佛法来讲，男女之欲是生死之根本，所以冷字头上是一把刀刃，所以
我们修行要理解到要从何而修，从哪里着手去突破自己本源的根本习气呢？我们就要从现在开始去理解。要知道所有一切的外境显象呢，不管是人事物的境界的美好与否，佛陀说都是无常啊，苦空无我，最终呢一切都是会生住异灭，成住坏空啊。外在的形象，不管是我们的人刚开始呢长大了就长得很好啊，在青年也好，到壮年也好，到老了呢就会色衰，慢慢呢身体衰败啦，皮皱啊，就会有种种的这种生理的现象，叫做成住坏空。我们内在的心呢的显象也有生住异灭。当看到一件事情，不管是人是事是物对自己喜欢的应激的，就升起了非常强烈的想要得到好要的这个心念。但是呢，当一旦过了一段时间呢，自己又开始转了这个念头可能变成是不喜欢、不欢喜、讨厌这种心念呢，也是在生住异灭当中呢这个循环外在有成住坏空，我们的内心是生住异灭。所以如何在这个所有世间欲界种种太多的这个诱惑当中，我们要如何心能够定静，能够给自己一个宁静的天地呢？我们就是要学习了解这个实相的真理其实呢都是短暂的。佛陀说这是一切是无常的，今天会是这样子的结果，但是明天可能不一定是这样的结果，所以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断的在变化。所以呢，这样子我们就会对这种欲念贪欲的心呢，就会减少这个执着跟执念，那我们的心呢就会更加的平和、坦然、开朗所以在佛遗教经当中呢，佛陀有给我们开示：忍之为得，持戒苦行所不能及，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利大人。所以不管是在世间上的事业，或是出世间我们的修行佛法，在这个忍，我们要忍住自己的这个欲念欲望能够让它提升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不管是佛陀这里也说，能够忍呢，这个就是成为有利大人就是表示呢他是一个勇士是人上之人。所以我们做一切的事情呢，不管是修行也好，做一切世间的种种的事业也好，我们都是需要忍忍住呢这个的心念，让我们呢能够有一个更清明的智慧去理解看透一切这个实相呢，我们就能慢慢从这凡夫的许多的烦恼境地呢，甚至可以超凡入圣。所以呢，要如何忍呢？在佛教里我们有不净观对于看到色欲一些外在的这种境界，自己想要求的取得的，我们可以呢以不净观来做观想缘念。在这呢，我也想和各位分享，佛陀有一位就是弟子他叫难陀。这个难陀他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太太叫孙陀利，在当时呢算是第一美女这个难陀呢沉溺在这个男女之欲佛陀看了呢，觉得实在是应该要让他有机会因缘呢理解到这个修行的重要。
所以呢，佛陀呢就半推半就之下，让难陀呢在僧团出家，成为僧团的一份子，所以他也是成为佛陀的弟子之一。那难陀因为他的过去的习气啊，对这个男女之欲呢非常的贪着贪爱，尤其对他这个太太孙陀利呢是爱恋不舍，所以纵使在僧团呢，他也常常呢念念不忘他这个娇妻。所以有一天呢，佛陀呢就领着难陀带他去林子里面，那林间呢就有一些猴子在树上蹦蹦跳跳的。那佛陀就问难陀说，难陀啊，你看这个猴子跟你的孙陀利这一位太太比起来，哪一位美啊？那难陀当然二话不说，非常斩钉截铁的跟佛陀说，佛陀啊，这还用说吗？当然是我的美妻啊，孙陀利美呀，她是第一美人。那佛陀就说，好，那我现在再领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那佛陀呢就带着难陀呢到这个天界，那里呢就非常非常多的天女啊，在那里已经等候着佛陀跟难陀。那时候其中一位天女们呢就说，哎呀，我们现在呢就是等着佛陀的其中一位弟子叫难陀的，他现在在跟佛陀出家修行，他未来呢有这样子的一个福德升天啊，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等候着我们未来在这里的天子难陀呢。那难陀听到这一个美女啊，在这个天界的美女啊，哇，比这个孙陀利美丽不知道几千万倍，他呢心花怒放，非常非常的欢喜，所以呢对这个他现在在人世间的这一位孙陀利这个妻子呢，就放下了爱执贪婪色欲的心了。那他就非常专心专注的在修行啊，佛陀给予他的这个教法非常精进。佛陀呢看到他只是希求于未来修行要升天啊，到这个天界当中呢，有这个美女围绕陪伴着他玩耍呢，佛陀觉得这是不行的。后来呢，佛陀呢就领着他下去恶道其中呢他就看到了很多面目狰狞的，难陀就很害怕那其中一个鬼王拿着一个非常锋利的刃，就举着刀，就很大声的吆喝着，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在等着一位叫难陀的修行者。这个难陀一听到啊，非常非常的惊慌，就和佛陀说，这是什么一回事呢？佛陀呢就跟难陀开示道，我们修行佛法呢，不应该只是贪恋于升到天界享这个天福，因为当你天界天福享尽之后，你五衰相现之后，还是得要堕落到恶趣所以呢，为什么佛陀领着难陀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让难陀内心有一个深刻的警醒。那难陀啊，看到了这个前因后果之后啊，他呢内心发了更勇猛的菩提道心，非常精进于法要那不久之后呢，也就证得了阿罗汉果所以这是一个佛陀呢这其中弟子的一个故事。那为什么在这个人有20难的第6难冷色离欲难我会想要提呢？因为我觉得是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佛陀呢其实是利用让难陀升起对这种无常畏惧的心呢，才能对这种世间男女爱欲种种的贪着能够全然放下。所以我希望呢今天在这个视频短短的和各位分享冷色离欲难佛陀跟我们说，这是我们人间的第6难希望能给予大家或多或少的利益，也谢谢各位，阿弥陀佛。